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哎呀，今天呀又出大事儿了。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每天都会出大事儿呀？你看这网上有传言，梭哈是一种智慧，割肉是一种艺术，那这出大事儿呢，就是一种态度，对不对？咱们呀要每天的谨慎对待不同的状况，是不是？今天出的大事儿就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目前来看呢，加息可能已经会成为定局，只是什么时候加的问题。未来的半年、1年、2年、3年内加，这只是一个时间跨度的问题，但是它肯定会加的。今天咱们主要来讲2个主题啊，一呢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美联储的加息以及它可能会带来的后果。2呢就是大家手中的狗狗币呀、以太坊呀、比特币等各种各样的币，接下来究竟该怎么操作？今年下半年的投资部署具体该怎么玩才能保证自己稳定盈利？那当然呀，一夜暴富的这种事儿在面具人这里是不存在的。你们想要一夜暴富的话，可以直接关掉视频，出门上天台就可以了，或者是去看那些什么大人呀、教主，那些个网络骗子带你开合约之类的，你跟着他们开完合约以后再上天台也不错，对不对？好了，咱们来讲正题啊。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那么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呢，应该是不加息的，因为已经有一部分的消息透露出来了，是不加息。当然了，这个息还是迟早的要加，可是呢，你们的心态一定要保证好，不管它加不加，我们先做好准备，以万变应万变就行了。面具人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啊。美国所加的息和咱们通俗理解的加息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你可以随便问问你周围的人，这美联储加息是啥玩意儿？肯定会有很多人一知半解的说，不就是存款利息和贷款利息吗？其实呀，美联储的加息它调整的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就是银行向美联储借钱的利率。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银行没钱了，银行之间借贷时支付的利率。如果所有的银行都没钱了，互相之间借不出来钱的时候，那他们只能就向美联储借。那这个时候所支付的利率就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了。其实你们别以为啊，银行都是有钱得很，这银行呀，它真的会经常没钱的，他们经常互相拆借和周转的、倒钱的。那这个利率提高了以后，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就高了。那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高了以后，大家从银行贷款的利息也就高了。同样的，那一些人把钱给银行，帮他出去放贷的人，他的收益也会变高。真的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加息呢，也会让国际投资者在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增加。那他们就会把这个收益不高的资本撤出，转而投向美国市场。因为这个钱的收益高嘛，美元又是全球货币，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用美元来结算的。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就有着基石般的作用，这是前提条件。咱们再回头看一下人民币啊，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要看习近平的 CNDT， 还有他的一带一路了。可目前呢，中国的外汇管制非常的严，这个资本呢又不能自由兑换。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以及中国人在国际之间，他的这个钱都是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的。那这样做的话，就和人民币国际化是背道而驰的。目前呢，中共它是希望通过多轨制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墙内的屁民老百姓用一种货币，那真正的这些贵族大老板做生意再用另外一种货币跟国际上勾兑兑换。加息呢，
其实对投资来说确实是好事儿。一旦美国的经济走强，美元的利息增加了，那这些投资他们就会把钱流回到美国，因为到美国的收益更高。但是呢，对币圈来说喜忧参半，因为财阀们的杠杆的成本增加了，他们融资来的钱用来投资市场、投资这个币圈的钱的成本变高了，所以呢，有些实力不足的就会退场。那也有另外一部分实力强的会把这个上升的资金成本转嫁给韭菜，继续拉高这个水池，然后呢再把韭菜重重的砸下去，以后这个镰刀割下去的力度会越来越狠，而且呢套路会越来越骚。总体来说呢，币圈现在有实体生态支撑的少之又少，大家投资的心理投机性更强。如果美联储加息，很多拥有者们会将自己的投机性产品卖出，转而投资在回报率更稳定的地方。目前来说呢，大家投资的加密货币主要分为3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流通货币，主要是比特币之类的。第二呢就是协议类代币，主要是以太坊、爱达币这类。第三呢，就是去中心化 APP 的代币，像 Uniswap 还有蛋糕币这类的。前两者呢，它们受到加息的波动不会太大，因为以太坊和比特币已经在很多领域有实用功能了。去中心化类的代币，尤其是带有 DeFi 功能的，则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因为 DeFi 的被动收益类似于利息。你想嘛，如果这美联储加息的话，就会导致DeFi 的利息的诱惑，它的力度会变小，那就会导致一部分人跑到更稳定的中心化的国家金融里面，同样的利息收益都不错，那大家肯定会更相信国家，而不是很相信去中心化金融，对不对？我们纵观前几年的美联储加息，在加息之前大部分情况下的比特币都是略跌的走势，但是呢，每年它其实又都是独立事件。我们看这些 K 线呢，也只能用来调整自己当下的决断，无法用来预知未来。K 线的作用只是用来方便记录调整自己当下的，没有预知未来的功能。那针对这个加息的现象这种事儿面具人我个人的预判就是，这个息加不加，我要是机构的话，我都会诱多割韭菜，我会双标。加息了，这个我们要强势反弹，然后对冲。这个不加息了，利好呀，跌，然后割韭菜，让你们觉得利好了以后，你们都进去了，我再往下砸，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加息最快也要到明年了吧？估计呢年底会拉一波暴涨，然后呢再割韭菜。然而呢，这个币它每天的走势其实都是独立事件，我们只能做好当天的最优选择。这就是为什么面具人每天都会出大事的原因，对不对？其实今天、昨天和明天都是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独一无二的一天，你没有办法拿昨天来判断今天，拿今天去判断明天，就跟你昨天和今天的尿量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道理。好了，来说最后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究竟该怎么操作？那面具人，我觉得接下来的走势我不是很看好。大家可能会觉得，有消息放出来了，不会加息了，这是利好。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我要是装的话，我就空，我就反着操作才能割韭菜，对不对？你们都觉得是利好了，那你们肯定会往里冲呀。你们一冲，我割起韭菜来，我一砸，我是不是就有钱了？我就能出货了，对吧？你们都能知道这不加息了是利好呀，不加息了赶紧入场，赶紧买。那你们这不就是在送韭菜吗？而且就算是这个美联储它加息了，对这些强力的生态币它也会造成动荡的。
更别说那些不强力的，比如狗狗币这种消息币了，没有生态的币了，对不对？那狗狗币会更惨。你们看，现在狗狗币又在大跌，反而呢，这个蛋糕币啊，带有 DeFi 去中心化金融功能的，可以和加息稍微抗衡一下。但是呢，如果这个加息力度大，肯定会分流的，绝对会分流的，你想都不用想，对不对？那今天蛋糕币也会出现比较好的入场时机。上一个波段，面具人已经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和会员社区公告里面给大家说了，蛋糕币会在今天突破到15啊，15到16之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入场，对吧？降低自己的均价，提升自己的利润。入完场以后，赶紧挖矿赚钱嘛，对不对？我也都提前的在我的会员群组里面给大家预警了，通知了，让大家抓紧这个赚钱的机会，在那个时间段啊，买到就是赚到。最后呢，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 XSLP 这个游戏呀，我目前呢正在制作第1期的 X 节目，因为录屏比较麻烦呀，第1期呢就先简单的给大家阐述一下这个 X 是怎么赚钱的，它的盈利模式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会在第1期的节目为大家揭开 XSLP 赚钱的神秘面纱，其实非常简单，你们到时候就能了解到，每天仅仅是通过 X 玩游戏就能赚到多少 SLP。其实呀，你只需要有3只强宠，也就是3只 X， 打赢一局的话，也就只用1到2分钟的时间，就能让你赢7到10个 SLP， 差不多就是1到2美金之间的利润呀。而且呀，仅仅只用1到2分钟，还是很赚的嘛。开出租车都没有这个赚钱吧？而且呢，玩这个呀，还可以活跃自己的闲置以太坊。这个 X， 它帮你打架，它能赚钱，而且呢，你不玩了，还能把它卖掉。卖掉的过程中，你甚至还有可能加钱卖掉，帮你赚到更高的收益。又或者呢，你想收藏，或者是拿它孵蛋，都能产生收益。那这个玩意儿是不是稳赚不赔的呢？面具人目前呢也在做活动，我自己有组建 X 的联赛实战群，只需要买3只 X 就可以免费进入我的实战群了。当然了，这个 X 你不玩你也是能卖的啊，但是你把这些可爱的小 X 卖掉了，把这些可爱的小宠物卖掉了，就没人帮你打 SLP 了，就没人帮你赚钱了。那屏幕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顺便呀给大家说一下啊，辨识网络骗子很简单。你们看那些个博主说他每天开多少倍的合约，多少倍的杠杆，赚了多少的钱，可是呢，你们仔细观察啊，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自己的账单。你让他们有种啊，直播现场充值，现场转账，现场开单，看他们有几个敢的。当然了，面具人，我想再给你们揭露一个行业内幕啊，就是有些博主啊，他跟机构合作了以后，他是直接能够拿到后台的，他们是可以用这个后台来给自己录单的，比如他有多少比特币的余额，他开了多少倍的杠杆，赚了多少钱，这些数据他们都是可以做的，而且这些数据都是可查的。这些就是交易所给他们专门提供的便利，方便他们来秀，方便他们用这个帮交易所拉人拉托赚钱的，听懂了没啊？当然了，面具人，我可以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识破这些骗子博主的骗术啊！你让他直播，直接从自己的银行里面转账转进去，让他开单去，让他把转账记录和流水留下。你别光看他交易所的截图，或者是他给你发个链接进去看截图里面有多少钱，你让他现场充值，这样面具人我可以保证他们没一个人敢，听懂了没？没有一个人敢晒自己账单直播自己充钱的。来，面具人我就敢，
啊。面具人，我马上就会启动直播计划。你们看图啊，我这么多的 X 啊，都是真金白银的。目前呢，你看140多只 X， 这些 X 的价值已经将近30个以太坊了。那面具人，我玩的东西啊，都是先拿我自己做实验，我自己做完小白鼠以后，我才给大家玩的。做人真的是要讲良心的啊！你自己都不敢碰的东西，你让别人去玩，你这不是死全家绝种的做法吗？对不对？真的好人难做，反而呢，这些骗子忽悠呀，把这些傻叉骗得一愣一愣的。让我提大人给你们秀一下，你看这些图啊，中天电视台130万的订阅，才有100多条留言呀。整个台湾人都看中天电视台，台湾人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都是知道中天电视台的，对不对？然后呢，留言才100多个。然而呢，你看我提大人，3万的粉丝，就有800条留言每个节目。然后这些留言啊，说的那个话呀，要多舔屁眼就有多舔屁眼，要多拉托就有多拉托。什么他赚了几十万了，哎呀，我给你跪下了，哎呀，你是我的亲娘呀，哎呀，你太神奇了。这些网络骗子啊，你们一定要小心。好，点赞、订阅、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获得面具人专属的会员群组的优惠哟。好了，我们群里面再聊，拜拜。